解决父母权威与青少年自主的冲突。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？爸，我想参加班上的露营活动。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。可是大家都去啊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。青少年感觉被压制，而父母则认为自己是在保护孩子。权威与自主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经之路，但这真的只能变成你争我吵的局面吗？其实找到平衡点并非不可能，甚至可以转变成一次促进彼此理解的机会。纯敏是一名高一女生，性格活泼，梦想成为一名摄影师。学校近期举办了一个摄影社的户外创作活动，需要全体成员前往偏远的郊区拍摄2天。纯敏兴奋不已，早早就准备好报名表，迫不及待地要给妈妈签字。妈，这是学校的活动，请帮我签一下吧。去哪里啊？郊区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妈妈一口回绝，连看都没看详细说明。纯敏不满地反驳，是学校组织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去，老师也会在。妈妈却板着脸说，还不是去那么远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纯敏气急败坏，什么都不让我做，我还能做什么？两人吵到不可开交，家里气氛一度降到冰点。第2天，爸爸回家，看到母女俩冷战，决定调解。他提议3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我们一起看看学校的活动计划吧，爸爸说。于是3人开始讨论活动的细节，出发和返回的时间、住宿安排、安全措施等。纯敏努力说服妈妈，老师要求我们带上紧急联络方式，而且活动结束后还会统一坐车回来，我还可以定时跟您报平安。妈妈犹豫了一下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得每天晚上打电话报平安。最终妈妈妥协了，纯敏也满心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条件。这场自由的鸡蛋争夺战最后以双方的妥协和平收场。后来纯敏在活动中拍了一系列的照片，还获得了校内摄影比赛的第1名。他对妈妈说，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，而妈妈则欣慰地回应，也谢谢你让我安心了。解决与青少年的冲突有3个妙招哦。1、理解彼此需求，挖掘冲突背后的原因。父母的权威往往来自于保护孩子的本能，而孩子的自主则是探索世界的需求。与其只看到表面的冲突，不如试着理解彼此的深层需求。例如，纯敏的妈妈担心的是安全问题，而纯敏需要的是一次尝试和成长的机会。建议用开放的提问来引导对话，比如，你为什么那么想参加这次活动？或者，你最担心的是什么？这样能够让双方更快地找到共同点。2、采用折中策略，双方共同找到平衡点。
当冲突发生时，试着找到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纯敏的妈妈要求她定时报平安，这是一种让母亲安心的折中方式，同时也保留了纯敏的自由。建议列出不可妥协和可弹性调整的部分，例如安全问题可以协商，但行程细节由孩子负责。3. 强调信任与责任并行。自由并不代表无限制，自主权的背后应该有责任作为基础。父母可以鼓励孩子承诺某些行为，比如遵守规定、按时联络等，来交换更多的自主权。建议清楚地告诉孩子，我们愿意给你自由，但你需要用负责任的行为来证明你值得拥有它。有的父母用过于权威的方式控制孩子，比如规定晚餐只能吃青菜，不准碰零食。结果孩子背地里偷偷买了一大包的洋芋片藏在书包里，还被逮个正着。爸爸苦笑着说，你藏得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干脆去当侦探？孩子也笑翻了，这才开启了关于零食规则的大讨论。最终双方同意晚餐后可以适量吃些零食，但不能够超过睡前1小时。结语，父母的权威和青少年的自主其实就像一场双人舞。当父母学会放下部分的控制，孩子学会肩负起更多的责任，这段舞蹈才能和谐而美好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换个角度去理解彼此的需求，将冲突转化为沟通的契机，为亲子关系注入更多的尊重与信任。